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，娱乐圈仿佛一场永不停歇的狂欢。新人层出不穷，热搜轮番更替，昨日还站在巅峰的名字，今日便可能被遗忘。然而，在这片喧嚣之中，却有一个人始终以近乎反流量的姿态，稳稳地走了20年。他不争、不抢、不喧哗，却一步步走进了观众的心里。他就是谭松韵。他的存在就像一条静静流淌的河流，没有惊涛骇浪，却始终坚定向前。2026年，他主演的《我的山与海》在央视8套黄金档播出后迅速爆红，收视率一路攀升，突破 2.9%， 成为年度现象级作品。观众惊叹的不只是剧情，更是他对角色的深刻诠释。一个曾以甜美著称的演员，如今却能驾驭复杂厚重的人物，这背后是20年沉淀的力量。谭松韵的故事从来不是天选之子的剧本。她出生在四川一个普通家庭，没有资源，没有背景，没有所谓的星二代光环。她的每一步都是靠自己一点点走出来的。11岁那年，她考入四川舞蹈学院。那个年纪本该是无忧无虑的童年，但她却选择了一条需要极强意志力的道路。每天重复的基本功训练，压腿时的剧痛，甚至让人怀疑是否值得坚持。但她从未退缩。他对家人的报喜不报忧，更像是一种默默的承诺，再苦再累也要走下去。正是这种不张扬的坚韧，构成了他人生最早的底色。15岁那年，他第一次接触影视表演，在《好好过日子》中出演一个仅有3分钟戏份的小角色，那短短几分钟却像一束光，照亮了他未来的方向。2年后，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。不同于许多同龄人急于成名，他选择了一条更慢的路，跑龙套，演配角，在剧组默默学习。他没有急着站在聚光灯下，而是选择站在角落观察世界。别人忙着曝光，他忙着积累；别人追逐名气，他打磨细节。这种看似落后的节奏，实际上却是在为未来蓄力。真正让观众记住他的，是《甄嬛传》中的纯贵人。那个天真烂漫、爱吃零食的小姑娘，成为无数观众心中的白月光。她没有大起大落的戏份，却用细腻自然的表演，让角色有了灵魂。她的笑不是表演出来的，而是从角色内心自然流露。虽然这部剧没有让她一夜爆红，但却让业内看到了她的潜力。她不是那种靠瞬间爆发吸引眼球的演员，而是那种越看越有味道的人。2015年，《旋风少女》中的范晓莹让观众记住了她那张仿佛不会老去的脸。与年龄更小的演员对戏，她却毫无违和感。而真正让她爆发的是《最好的我们》。她饰演的耿耿，把青春的笨拙、敏感与真实展现得淋漓尽致。那种不完美却极其真实的情绪，让无数观众产生共鸣。从那一刻起，她不再只是那个可爱的女孩，而是一个能够承载情感的演员。之后，《锦衣之下》、以家人之名、锦心似玉等作品接连推出，她不断突破自我，证明了自己并非局限于某一种类型。在《我的山与海》中，她彻底打破了过往形象。为了贴近90年代打工妹的角色，她主动减重至82斤，素颜出镜，甚至刻意晒黑皮肤。她不再是精致的女明星，而是一个真实存在于时代中的普通女性。这种改变并不是为了制造话题，而是一种对角色的尊重。她的表演没有刻意炫技，却总能直击人心。她的哭戏自然流淌，她的笑容温暖真实。她用行动证明，真正的好演员不是演得多精彩，而是让人忘记她在演。在当今娱乐工业高度商业化的背景下，风险控制早已成为资本选择艺人的核心标准之一。流量可以制造，话题可以包装，但稳定性却无法伪装。而谭松韵恰恰是这个时代极为稀缺的低风险样本。她的存在本身就像一份长期有效的保障书，不翻车，不失控，不偏离。这种零风险并非偶然，而是一种长期自律的结果。她从不依赖短期曝光来维持热度，也不参与过度娱乐化的真人秀去博取关注。相比那些频繁出现在镜头前、依赖人设维持存在感的艺人，她更像一位隐形积累者。当别人忙着制造存在，
他却在悄悄增加厚度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对边界的把控极其精准。在公众表达中，他始终保持分寸感，不情绪化，不极端化，也不轻易卷入争议。他很清楚，艺人不仅是表演者，更是公众符号，一旦失控，代价远不止个人。正因如此，他在任何场合都显得克制而得体，这种稳定性让导演和品牌方都格外安心。他的低调不是不作为，而是一种更高级的策略，用作品说话，让时间发酵。他的热度往往滞后于作品，却也更持久。当一部剧结束，很多演员的讨论随之消散，而他的角色却会被反复提起。这种后劲才是真正的价值。在这个人人都想迅速爆红的时代，他选择慢下来，在人人制造话题的环境中，他选择沉默。这种逆流而上的清醒，不仅让他避开了风险，也让他逐渐成为行业中最可靠的名字之一。如果说事业上的稳步前行源于自律，那么他在人生中的从容，则更多来自经历的沉淀。谭松韵的内在力量，并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在一次次失去与承受中慢慢建立起来的。母亲的离世，是他人生中无法绕开的伤口，但他没有选择把这段经历公开放大，也没有借此塑造悲情人设。他把痛苦收进内心，把情绪转化为对生活更深的理解。这种处理方式或许不够戏剧化，却极其真实，也极其有力量。他开始学会与孤独相处，与不确定共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逐渐建立起一种不依赖外界评价的内在秩序。他不再需要通过他人的认可来确认自我，也不被外界的节奏轻易带动。这种内稳直接反映在他的职业选择上。他不盲目追求高曝光项目，而是更看重角色本身的厚度与表达空间。他愿意为一个角色等待，也愿意为一部作品付出超出预期的投入。这种选择看似保守，实则是一种极高维度的判断。他在用长线思维经营自己的人生。在情感与生活层面，他同样保持清醒。面对社会对女性的既定期待，他没有急于回应，也没有被定义。他允许自己慢下来，去感受生活，而不是被生活推着走。他的魅力不在于光芒四射，而在于一种静水深流的力量。他不喧哗，却足够坚定；不张扬，却始终清晰。正是这种沉默中的力量，让他在时间的长河中愈发清晰，也愈发不可替代。谭松韵的故事不是一个关于爆红的传奇，而是一段关于坚持与自律的长跑。他没有捷径，也从未寻找捷径。他用时间换来了信任，用作品赢得了尊重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他依然会稳稳地走下去。感谢大家观看本期内容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真实又有力量的故事，欢迎点赞、分享，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别忘了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